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球哥说频道。美国篮球的青训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领先地位，天赋异禀的篮球少年在高中阶段便有可能成为全国瞩目的明星，因为美国的高中赛事体系已经非常成熟 ，ESPN 及其他专业体育媒体也早早将目光投向这些年轻的篮球才俊，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每年 ESPN 和其他体育媒体都会对北美高中篮球运动员进行年度排名，评定球员的星级，如3星、4星、5星，能够跻身100大高中生之列，无论是篮球技能还是在影响力上，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这预示着他们未来很有可能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。至于登顶全美第一高中生的宝座，那更是万众期待的明星。然而，高中生涯虽然是伟大篮球手的梦幻旅程的开端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全美第一高中生都能在 NBA 取得辉煌的成绩。每年我们都会听到关于下一个 LBJ 的讨论，但并非每一个全美第一高中生都能真正实现这一预期，甚至接近或超越 LBJ 的成就。本期视频将根据 ESPN 的100大榜单盘点和回顾过去10年间的全美第一高中生，看看他们是否真正兑现了自己的天赋。2013届安德鲁·维金斯。在当年的选秀中，安德鲁·维金斯被视为潜力无限的球员，他的潜力模板被比较为文斯·卡特和勒布朗·詹姆斯。尽管没有明确的定位，但维金斯在高中时期展现出的天赋已经足够引人注目。他在高3时才来到美国，却在那个赛季展现了卓越的表现，场均得到了23.4分、11.2个篮板、2.6次助攻和2.6次盖帽。这样的全面数据让他迅速取代了贾巴里·帕克，成为全美第一高中生。接下来，维金斯选择加盟了堪萨斯大学，他与恩比德的组合在大学赛场上表现出色，最终成为了2014年 NBA 选秀的状元。进入 NBA 后，维金斯在灰狼队展示了他的实力，但由于球队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，他的表现并未得到全面的认可。后来，维金斯加盟了金州勇士队，并在勇士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他不仅成为了全明星球员，还在夺冠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逐渐获得了应有的认可。2014届伊曼纽尔·穆迪埃。2014年全美第一高中生的名字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，那就是被誉为中国男孩的穆迪埃。在高中生涯的前2个赛季，穆迪埃带领球队连续赢得州冠军，凭借这些卓越的成绩，他获得了全美第一高中生的荣誉。然而在高中毕业后，他并没有选择继续在 NCAA 深造，而是为了支持家庭决定加入 CBA。 在中国联赛打了1个赛季后，穆迪埃选择参加 NBA 选秀，最终穆迪埃以首轮第7顺位被丹佛金块队选中。金块队给予他不少机会，但他的表现却未能达到预期。虽然他在 NBA 的巅峰赛季场均贡献 14.8分、3.3个篮板和4次助攻，这样的成绩相当于顶级蓝领球员，但距离他作为全美第一高中生时的预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。经过2022至23赛季后，他在 NBA 的市场价值逐渐下滑，目前效力于海外篮球联盟，继续追寻自己的篮球梦想。2015届本西蒙斯。本西蒙斯在当年的选秀中被比作勒布朗·詹姆斯，这并非空穴来风。高中时期，他展现了惊人的全面能力。在高4赛季，他场均砍下28分、11.9个篮板、4次助攻和2.6次抢断，命中率高达 71%， 带领球队连续3年闯入全国高中锦标赛，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全美第一高中生。在大学期间，他继续表现出色，场均贡献 19.2分、11.8个篮板、4.8次助攻和2次抢断，展现了他全面的技能。最终，西蒙斯于2016年成为状元，被费城76人队选中。进入 NBA 后，他的职业生涯起初并不顺利，生涯首个赛季因伤报销。第2年复出后，他带领76人队成功闯入季后赛，并入选了全明星。但尽管如此，西蒙斯在进攻端的犹豫和对提升自身技能的缺乏兴趣，让他的球技始终停滞不前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角色逐渐降至角色球员的位置，未来的职业生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，可能会面临无球可打的局面。2016届哈里·贾尔斯。在高中时期，杰森·塔图姆被誉为全美第2高中生，而他对贾尔斯的评价极高，曾多次在采访中称贾尔斯为同届最强。贾尔斯的选秀模板被比作克里斯·韦伯，他的打法既飘逸又全面，是一个攻击力极强的4号位球员。
加尔斯身兼中锋的身高、锋线的爆发力和弹跳，以及后卫的协调性，这些出色的天赋让他最终选择了杜克大学。然而，频繁的伤病影响了他在大学时期的表现。尽管如此，加尔斯还是决定参加 NBA 选秀。由于他的伤病史严重，多数球队对他持保留态度，最终是沙加缅度国王队用第20号签位豪赌加尔斯。尽管国王队给予了他机会，但加尔斯始终未能兑现他的天赋。伤病问题不断使他的表现令人失望。现在他已经沦落到无球可打的境地，职业生涯陷入了困境。2017届小迈克尔·波特。小波特当年模板杜兰特，高中时期他被称为白色死神。他不仅拥有与杜兰特相媲美的身高和投射能力，甚至在运动能力方面还显得更胜一筹。作为罗伊的门徒，小波特在高中时期表现惊人，场均贡献36.2分和13.6个篮板，这些数据让他备受关注。然而，大学时期腰伤的困扰使他出战场次寥寥，严重影响了他的选秀前景。最终，小波特在第14顺位被丹佛金块队选中。金块队当时将其视为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，并未抱有过高的期望。然而，小波特成功兑现了他的天赋，尽管腰伤仍旧困扰着他，并导致缺席了几个赛季，但他在球场上的表现逐渐证明了自己。2022至23赛季，小波特帮助球队打进了总决赛，并赢得了总冠军，场均贡献17.4分、5.5个篮板和1次助攻。他在金块队中牺牲了一部分数据来成就球队目标，未来有望成为全明星球员。2018届 RJ 巴雷特。当年的西安威廉森尚未完全发育成熟，他在进入大学后才迎来了成长的爆发。相比之下 ，RJ 巴雷特在高中时期已经是名声显赫，被视为全美顶尖球员。他的选秀模板是特雷西·麦克格雷迪，并且与史蒂芬·纳什关系良好，这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关注度。在高中最后一年，巴雷特场均贡献28.7分、8.5个篮板和4.5次助攻，带领球队取得了35胜0负的完美战绩。这些出色的表现使他顺利进入了杜克大学。在杜克大学期间，巴雷特继续展示他的卓越能力，最终以探花秀身份被纽约尼克斯队选中。进入 NBA 后，尼克斯队给予了他足够的球权，巴雷特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兑现了他的天赋。上赛季他加盟了多伦多猛龙队，并场均贡献21.8分、6.4个篮板和4.1次助攻。然而，由于伤病困扰，他在上赛季仅出战了32场比赛，这对他的表现造成了一定影响。2019届詹姆斯·怀斯曼。曾经被称为勇士太子的詹姆斯·怀斯曼在选秀前被看作是安东尼·戴维斯和凯文·加内特的双重模板。他是一名技术出众、灵活的内线球员。在高中时期，怀斯曼的表现非常抢眼，场均贡献25分、12.5个篮板和4.5次封盖，命中率高达惊人的70%。面对高中级别的对手，他显得游刃有余。然而，在大学时期，由于卷入受贿丑闻，怀斯曼的上场时间受到严重限制。尽管如此，金州勇士队还是用榜眼签选中了怀斯曼。进入 NBA 的第一个赛季，勇士队决定让库里和追梦格林陪着怀斯曼一起上场，以帮助他成长。尽管这意味着怀斯曼会犯错，然而怀斯曼不仅未能达到球队的期望，伤病问题也进一步影响了他的表现。在随后的一季中，勇士队夺得了总冠军，这使得怀斯曼在球队的犯错机会变得更加有限。上赛季，怀斯曼被交易到了底特律活塞队，但至今他仍未能兑现其潜力。如果不加以改进，他可能会面临职业生涯的重大挑战。2020年，杰夫·格林。虽然部分媒体将埃文·莫布里视为顶级潜力股，但总体而言，杰伦·格林的呼声更高。这主要是因为格林的打法更具观赏性，而且他的天赋上限也被认为非常高。在高中时期，格林场均贡献31.5分、7.5个篮板和5次助攻，带领球队取得了31胜3负的优异战绩。之后，他选择前往发展联盟效力，这并没有影响他在选秀中的排名。最终，格林以榜眼身份被休斯顿火箭队选中。在过去的2年里，火箭队给予了杰伦·格林无限的开火权，让他在场上自由发挥，以便通过试错来提升自己。然而，格林的表现距离预期仍有较大差距，与他所期望的模板迈克尔·乔丹和科比·布莱恩特相比，格林还有很大的差距。上赛季，格林场均拿下19.6分、5.2个篮板和3.5次助攻，投篮命中率为42.3%。尽管他拥有出色的运动天赋，但仍需提升自己的对抗能力和篮球智商，以便有机会追赶并超越他所设定的目标高度。2021年，切特·霍姆格伦。切特·霍姆格伦在高中时期展现了全面的得分能力，他被视为杜兰特和诺维斯基的结合体。在高4赛季，霍姆格伦场均贡献20.8分、12.6个篮板、4.5次助攻和4.7次封盖。
带领球队取得了20胜1负的优秀战绩。他的出色表现吸引了众多顶级大学的关注，最终他选择加盟冈萨加大学。在大学期间，霍姆格伦继续发挥出色，带领冈萨加大学取得了13胜1负的佳绩，成功进入了锦标赛，并最终闯入了16强。他的表现使他一度被认为是状元的最有力竞争者。然而，由于担心他体型过于瘦弱，奥兰多魔术队选择没有选中他。霍姆格伦在加盟俄克拉荷马城雷霆的首个赛季因伤报销，整个赛季未能参赛。上赛季霍姆格伦终于回归，他与 SGA 联手帮助雷霆队在季后赛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随着雷霆队在休赛期进行了一系列补强，未来的赛季中他们甚至有可能冲击总决赛。2022年，谢登夏普。在高中前2年，谢登夏普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熟知。然而到了高3，他的身高迅速增长，并在锦标赛中出色的表现让他开始受到广泛关注。在锦标赛中，夏普场均贡献 22.6 分、5.8个篮板和 2.74 助攻，这样的表现使他当时成为了全美第1高中生。凭借这些杰出的表现，他选择跳级进入肯塔基大学。按理说，夏普原计划在2023年夏天才进入 NBA， 但由于跳级的原因，他提前在2022至23赛季进入了联盟，因此2022年有2位全美第1高中生同时进入了 NBA。 夏普最终被波特兰拓荒者队用第7顺位选中。在他的首个新秀赛季中，夏普表现相当不错，尽管每场比赛只有22分钟的上场时间，但他场均能贡献 9.9 分、3个篮板和 1.24 助攻，未来值得期待。然而在第2个赛季，夏普遭遇了伤病，仅出战了32场比赛，这对他的表现产生了一定影响。